大家好，我是盧正邦，歡迎來到赤地講堂的啟蒙論壇。川普與川習會會面時，密集談了很多台灣的事。顯然，在習近平的主場裡，川普已被習近平的敘述所導引，尤其將台灣緊連獨立，進而表示有所疑慮。川普明顯不知不覺掉進了中共的語境，多少接受了中共有關台灣的敘述。這對台灣是個扭曲，也是個警報。美國和台灣站在同一陣線，挺住中共的威脅已有70多年，絕對不能讓這情勢有所改變，否則台灣的存亡危機立現。解困之道，台灣主權獨立論應讓位給反攻 2.0， 也就是過往冷戰時代支撐台灣免於赤化之反攻立場的新時代版。首先，台灣應跳脫和中共一貫的糾纏爭論，台灣是否屬於中國的局面。當中共宣稱台灣自古屬於中國的一貫說辭時，台灣總會以中華民國主權獨立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的自我論證批駁，與中共展開各說各話，但已無補於事。換個方式，台灣為何不拆穿中共的偽裝，指明中共依然不脫是共產黨，他的憲法仍標榜馬列主義，毛澤東巨像仍高掛天安門城上，種種跡象可為明證。近年他儘管在經濟方面有所鬆綁，但在政治方面依然專制集權，不尊重人權，沒有獨立司法，沒有言論、宗教、結社等自由，各種反現代文明的做法不一而足。而台灣如今已發展成充分自由民主、與國際主流接軌的社會，又怎麼可能與中共結為一國，或所謂的統一，接受他的統治？誠然，中共對外統戰不遺餘力，台灣又豈可不積極進行反統戰？冷戰雖結束，反共至少是 2.0 版，依然有可能。美國畢竟是堅固的自由民主國度，台灣推此新論述，說清楚講明白，時弊1.90，使美國一般人民和政治人物不會輕易接受中共的台灣敘述，進而有助了解和支持台灣拒絕中共的理由。更可貴的是，台灣若重舉反攻 2.0 之旗，申論中共的惡行惡狀，既可消解台灣內部不少人的大中國迷思，相信也可以喚醒內部更多的民眾珍惜自由民主的價值，激起堅定護台保台的決心。或許台灣仍有不少人會對過去兩蔣威權時代懷有負面記憶，而忌諱反共一詞。然今天台灣威權不在，更有理由推展反攻 2.0， 來向比威權更惡劣100倍、專制更集權的中共說不。跳出中共的語境，轉換論述戰場，重舉反攻 2.0 大旗，此其時矣。